我的天哪！就是当时我拍完之后嗓子哑了哑了3天。他就总跟我说小宁，我对你有遗憾。我觉得当时的词儿怎么背下来的？是从下往上的嘛，所以你需要这个。他就会买一些叫一些外卖很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分享给我们这些同事。Hello， 优酷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，在《朱雷玉幕》里饰演燕子京。朱雷玉幕，刘宇宁是燕子京。在看剧的过程中，看到哪个剧情时，你内心会感慨：嘿，什么什么赛道让我刘宇宁闯进来了？有钱人的身份吧，可能就是这个。作为一个珠宝商人嘛，然后又有经商头脑，我好像真的没有演过这种，就是纯智商很在线、很高，然后呢武功又好、很有钱的一个人，就挥金如土，然后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去完成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目的、一个目标、一个终极梦想的一个人物，就感觉花不完的钱。燕子京的经商能力非常高，又智商在线。如果他来到现代的话，会是怎样的老板呢？我相信是一个能带你赚大钱的老板。第一是他主要作为一个老板的话，领导力非常的强。第二呢，赏罚分明，就是你在我的船上，你在我的公司是船上啊，在我的公司上班的话，你做得好，我一定会让你得到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。然后呢，但是你做错了，那一定要接受惩罚。对，所以我的公司管理制度，我相信是非常的好。想加入燕子京的商队，对，这就是我的经商理念。剧中有很多名场面，我们选出了其中2个名场面来聊聊幕后故事。第一个，燕子京得知妹妹不在人世，那场戏算是一个情绪爆发戏。其实呢，演员可能都比较期待这种的吧，它属于一个重场戏，你可以有一些所谓的发挥啊，会让自己很沉浸在里面。然后这是第一，第二呢，就是我的天哪，就是当时我拍完之后嗓子哑了哑了3天。老子，我要杀了他！老祖，我要杀你！要杀了他也无济于事，老祖。我妹妹还那么小，你们怎么忍心？你们怎么忍心？反正那场戏是拍了2天，因为第1天拍完之后呢，然后后面少一个就是那种所谓的氛围镜头，然后你就第2天还能喊1天，他会在你的周围铺一圈轨道，然后绕着你转，然后你要一直很痛苦，一直持续这个东西，要喊3分钟那种感觉，因为他那个轨道要一直转，哇，那个是蛮崩溃的那个。我喊完之后3天嗓子哑了，然后就哇，我不会唱不了歌了吧？我都会有这个小担心啊。我的嗓子怎么成这样？像这种很大情绪戏，虽然拍着过瘾，但拍完会不会比较心累？真的很累，是很累的，因为你要极度的投入，你要反复去感受它，全景、中景、特写，还有拍氛围，你每一遍都得很投入，然后你还得进入那个非常顶的那个状态，就是对我挑战还蛮大的，我觉得那个是啊。拍完之后你就觉得整个大脑已经麻木了，就是空了已经啊，没有精神力了已经。第2个名场面，燕子京为端午挡箭射中端午。作为观众来看有点着急，感觉燕子京可以说出来，然后2个人一起面对。宁哥会有这样着急的想法吗？还是说挺赞同燕子京的做法？其实我觉得我是同意他的做法的，不能太耽误人家，就这种感觉啊。这场戏是有一些动作戏的，有没有哪些幕后故事？那场其实我们吴志老师。武术导演非常的用心，他就总跟我说小宁，我对你有遗憾。我说咋了？他说就觉得我们这个打戏啊，就没给你拍的特别帅。他想说那场戏给我拍的复杂一些，给我动作很厉害很帅，然后呢就是从那个画面上感觉很漂亮，然后就是让观众觉得这场戏很精彩。但是那场戏呢又不能太精彩，我们的打戏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就很实。我是身上有毒，就不能太能打，所以有的时候打的时候相对比较狼狈的。反正那场戏大概拍了1周吧，就那一场戏，各种火呀，各种就是射箭啊，乱打呀，然后各种危机呀，反正那个蛮用心的。然后那个吴志老师也非常用心的去给我设计了好多环节，把那场戏做的还蛮精彩的，我觉得啊。有看到你打戏的花絮物料，有朋友说你可 A 可 O。我看到那个了，就是1打1打，好像挺狠，那个好像挺唬人的。对，他是真实就是自由搏击的那种格斗方式的设计的，蛮好的，我觉得我喜欢的。因为后期吐血频率还蛮高的，在吐血上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吐血有什么技术？就是
你要感受这个血得琢磨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嘛？你不是牙龈出血了，不是，呸，不是这种的嘛？它一定是从肺子或者是从这个，就是从下往上的嘛。所以你需要这个，就是你需要这个，你感觉好像是从肺子里喷出来的啊，所以你还是得研究一下的。在整个配音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儿？配音的时候，反正挺感叹的吧。我觉得当时的词儿怎么背下来的？对，因为他的词都很多有一些专业术语上的东西，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。然后跟人聊谈生意，然后还有前后博弈，包括有的时候，其实我跟张欣然的戏，我俩基本上就是2页纸的词，对话形式的。哦，我就当时哇，这好厉害，然后他也好厉害。就是我俩对戏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这场戏2页纸，我俩就哐哐哐就演完了，没有卡词儿了，就是很顺。看燕子京和张晋然斗嘴的戏很有意思，燕子京小嘴巴巴的像直播时的宁哥。对，有点那个感觉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我俩的戏的时候，有观众看来好像我有点欺负他，但是其实他也完全没有，他完全也不是弱势的那一方。怎么说呢？势均力敌吧。燕子京和张晋然可堪称最和平情敌了。反正跟他有种知音的感觉吧，就是他可能也很聪明，很懂我。大家我俩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一个状态。哎，这个状态还挺有意思的，两个人。燕子京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端午，然后一点点喜欢上他的呢？我觉得作为燕子京来说，他已经看惯了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疾苦，且他是一个悲惨之人，所以他的同情心可能没那么强烈，因为他遭受的苦是别人遭受不了的，也没有经历过的。可能大家都说你很苦，我很苦，但是都没有燕子京苦。我在燕子京心里，因为他从小就父母双亡，然后失去了本幸福的家庭，且又被在离龙洞里遭受了8年的摧残，然后就是过得跟狗一样的生活，所以就从狗的嘴里抢饭吃那种感觉，就特别的卑微，特别的惨。那所以他看到人间所有的疾苦都，其实他已经相对来说麻木。但是第一次他遇到端午的时候，就觉得我会觉得啊，他跟自己有一点像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也遭受着同样疾苦的一个人，然后在求活的一个人，然后他又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，且意志坚定，且又很勇敢，所以可能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，看到了他这个勇敢的一面，然后一点点觉得，哎，这个女孩可能不太一样，可能那个印象是从浅至深的吧，看花絮就能感受到片场氛围很好，大家会一起玩游戏，一起拍短视频。一般谁是短视频的发起者呢？那肯定是端午吧。对，就他就是比较的知道怎么拍，教我们怎么拍，然后有很多很棒的创意什么的。然后他也很热情，就帮我们，包括帮我拍了好几个那种的。他还回去给我做后期，我就觉得，我一看我有这么好看吗？我就会有这种感觉。我说我有这么好看吗？我这拍的真棒。哪一条？还没发呢，到时候发了就知道了。对，你一看就觉得，哎，这条挺好看的，那就是他拍的，估计。对。